会担心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很多不管是患者或者是我朋友就看到我就说，你这么小只，你要自然产，好生吗？这样，因为我觉得我要选择自然产的，那我会不会就是选择自然产之后，最后又要吃全产，又要剖腹这样？欢迎回来搭特照，我是小鱼。Hello， 又是我 Terry。我们前几集讲了这么多大大小小有关怀孕前怀孕中、怀孕后妈妈们需要注意跟准备的东西终于走到这一步了，要卸货了。没错，妈妈终于要把那重要的宝贝给卸下来了。不过这一步真的很重要，真的是不能乱踩踩错一步这可就严重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又邀请到了我们安生诊所院长吕秉正医师来为我们讲解。欢迎吕医师。主持人好，各位照 TV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吕医师像我们在生产之前跟生产中讲了很多宝宝的状况，终于今天等到了要生产，准备要生产了。那这时候的宝宝在妈妈的肚子里又会是一个怎样的状况呢？在大概我们32周以后，就是我们所谓的第3期的妊娠。那这个当然就是我们要开始准备要怎么生产了。在准备生产的时候，当然我们看小孩子的大小跟位置，还有胎盘。那位置的话，当然就是我们看它是不是头位或者是臀位或者是横位。那再来是胎盘，看是不是有前置胎盘的现象，或者有低位性胎盘的现象这个都会影响到我们怎么来生产再影响到整个生产的过程。那像说28周以后，假如说胎位不正的时候，我们就会建议病人来做膝胸卧式，就是赶快把它矫正回来。臀位会不会变成头位然后再来是横位会不会变成头位，让它正常的位置，然后以后自然生产才比较好生。那假如没有的时候，我们就要做运动。那运动的时候到32周，大概因为他小孩子稍微比较大，所以你32周以后再做运动，有时候效果都比较没那么好所以我们都建议在28到32周来做，它效果最好。为什么说不要早一点做？是不是小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我们早一点做效果比较好，比较会翻正过来？其实也是有一个缺点，你假如说太早做的时候，一下正一下不正一下又正又不正，那很容易造成脐绕颈，它在绕圈圈，宝宝很活动，会在肚子乱跑。对，脐绕颈就是在你生产待产的过程里面就是一个变数，还有可能会造成小孩子缺氧的现象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生产的过程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讲到胎盘的问题，假如说前置胎盘，当然我们就要准备，可能小孩子够大，我们就要赶快用剖腹产赶快把它生出来。那假如说小孩子还不够大，就安胎万一出血，不管小孩子够不够大，还是建议赶快把它生出来，因为不然的话，你在后期里面还是有时候出血量都会很多，你会来不及输血所以那个胎盘的位置跟小孩子他的位置就是很重要，在后面的待产的过程里面，我们都要确定决定怎么去生产，大概是这样。所以说早产这一件事情是决定于说小 baby 在妈妈的肚子里面，他的胎位是否是正常，或者是他可能像您说的脐带绕颈，对，就会建议要早产生出来。对，就是我们37周以前生出来，我们叫做早产37周以后就是足月产所以37周以前要不要生，就是看他是不是一定要把它生出来像有一些妈妈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它的负荷不了或者是有指尖前症血压高蛋白尿这些小孩子在里面很危险，或者是妈妈很危险，这两个条件之下就要提早赶快把它生出来。那原则上我们都大概是不是能够忍到34周，因为34周我们的统计上来讲，它的肺脏的成熟度大概可以到80%几到90%，所以生出来以后造成以后小孩子他有一些后遗症会比较少，所以能够忍到34周的话就忍到34周不得已之下我们还是要提早生。那医生刚刚有提到早产，许多妈妈都会有早产这个问题，但如果说经医生评估说其实是可以再等一下会有安胎。对，那安胎医生是怎么进行安胎的呢？安胎的话就是口服药大概效果都比较没那么好所以会讲到要安胎，大概我们都需要用点滴里面去加药，抑制子宫收缩剂那当然这个药也是都是蛮安全的啦，但是安得太久有一个缺点，生产完了子宫有时候收缩会比较不好
有时候产后比较会出血，有血块啦、收缩不好，这个都要注意的。很多妈妈的体质啊，可能真的会比较不一样，她会安胎这么多次，会不会造成宝宝啊不健康有等等的影响？我们有胎盘保护，所以其实药物要经过胎盘去给小孩子吸收的机会很少。像这个我们的安胎药也是子宫的抑制剂，就是让子宫不收缩，让它弹性比较差，就这样子而已，所以小孩子不会影响到。哇，天哪，妈妈们好辛苦哦！不是只有宝宝让他平安的长大，胎位、胎盘的位置等等的这些小细节真的都要注意耶。不过我们刚刚是聊到早产嘛，那像是在宝宝出生的时候会有什么征兆？我们真正的我叫做产兆，就是生产的征兆。那产兆的话，就是规律的阵痛，你只要痛一下就没了，痛一下就没了，不是真正的产兆。阵痛就是规律的阵痛。你说，可能30分钟痛个20秒再来变成25分钟痛个25秒，就是慢慢规律，慢慢往时间上缩短，然后收的痛的程度增加，那个就是产兆，就是阵痛另外一个就是破水。羊水我们大概都会到800cc 到1000cc， 所以什么叫做羊水破？大概就是整个裤子都湿掉了。很多妈妈会担心我自己羊水破了就立马冲医院对，其实我们羊水破的最担心的就是上行性的感染，就是说细菌从阴道里面、从产道里面跑到子宫里面去影响感染到小孩子。不过我们的统计上是超过24小时一天才比较会有这个困扰，所以你万一说我现在破水了，你就好好洗个澡，然后生产的这些东西都准备好，然后再匆匆忙忙到医院都来得及。我们那时候就是假如没有痛，因为我们要争取那24小时，可能开始跟你打个点滴让它子宫收缩赶快规律一点，然后赶快生出来这样。不过医生我有问题，羊水到底是什么东西？羊水其实就是小孩子的尿尿因为我们在子宫里面，它肾脏会制造尿尿，然后尿出来，然后在嘴巴再吸进去，所以其实它是一直循环。那羊水过多就是变成说你吞不下去，所以最多就是先天性的十二指肠狭窄，就是你羊水吞不下去，所以越积就越多另外一个羊水太少，就是你制造不出来，制造太少了，所以一般都是有那个肾脏的萎缩啦，或者肾脏发育不全啦这一些。那你说羊水是尿尿，是 baby 的尿尿，对，然后我们自己就把它吸回去。baby 吸回去不是我们吸回去的，是 baby 吸回去嘛？所以那是养分吗？不是，它是一个循环它就是一个循环。对，它是一个循环，但里面没有养分那会不会有可能 baby 不小心被羊水呛到之类噎到的？其实在里面它本来就不呼吸了因为它不需要，肺脏还没有扩张，不呼吸的，所以羊水在里面是保护它的。所以羊水会呛到是什么？或者羊水吸入就是生产的过程里面，你没有把气管里面的羊水把它吸掉所以才会造成它吸入性的肺炎这一些，或者是说它有缺氧的现象，有胎便，就胎便随着羊水就也是卡在气管里面，就容易造成吸入性的肺炎。所以平常它只要在里面，你不用担心它被呛到，那本来就不会。原来不会。对。那医生要怎么注意宝宝在生产的过程中气管里面不要有羊水？因为自然生产里面，它在产道里面，前进后退，前进后退，一直在那里收缩，一直在挤压，所以羊水几乎都会被挤压的出来。所以自然生产的阴道生产里面，就是所谓的自然生产，你稍微吸一下大概就好了。除非说它有缺氧的现象，吸到胎便，所以比较黏，比较不好去吸，要不然这个吸到羊水机会就比较少。反而是剖腹产出来要比较小心，很多羊水都还在气管里面，你不小心没有让它哭的时候，它就羊水没有排出来，有时候比较容易会有这个现象所以为什么电视剧都要演小孩子出来有哭，代表安全的 OK 的。对，那就是羊水排掉啦，那你就开始肺脏扩张了，呼吸啦，所以它就健康了。我还有看过那个没有哭的时候会拍背拍屁股，它分了几个步骤。那拍屁股是你刺激它就会痛，然后它就会哭所以一般都拍屁股。那假如是它不哭，我们就是捏它的乳头，它刺激比较强会痛，对，或者是它刺激它的脊椎，你把脊椎刺激，这个都会痛，所以它就比较容易会哭，然后那个羊水就容易排出来，小孩子就比较健康。那有些女生其实她们会想要自然产，但是有些又不得不剖腹产。
对，我想问说这2种它们的优缺点。剖腹产跟自然生产，剖腹产的好处就是，因为它没有经过产道，所以不会去挤压到前面的膀胱、中间的子宫啊、后面的大肠、后面的直肠，所以以后比较不会有骨盆松弛的问题。所以骨盆松弛就是以后频尿啊、尿失禁啊，再来就是子宫比较下垂，就分泌会多啊，然后会有下坠感啊，然后再来就是会腰酸啊，然后在直肠膨出啊。或者是说，那个下腹容易会腹胀，这些都是所谓的骨盆松弛。那这个在生产的过程里面，当然自然生产里面，因为它有经过挤压，所以比较容易会有这个问题。那剖腹产不会，但是剖腹产又有缺点，有麻醉的风险再来粘连的问题再来出血的问题这个也要去考虑在内，所以各有它的优缺点，但是它骨盆松弛的机会不是没有，它大概只有20%，所以相对就比较少。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慢慢经过经验的累积以后，慢慢把它统计出来，我们就会从足月的像它已经足月要生了37周、38周了，然后我们会从超音波里面去量它的头径跟腹围，然后预估它的体重。那目前我们比较接受的是说，它假如预测出来是超过3600公克，3600以上的话，我们就比较会建议剖腹产，并不是说我们直接就去跟他剖腹产，而是我们试着稍微跟他催生，看看假如进展不顺，我们就建议他剖腹产，因为不需要冒这个险冒这个险有时候对小孩子也不好，对妈妈也不好。那假如是3600公克以下的话，生出来机会就高，然后再来就是对骨盆的伤害比较小，相对就小很多，所以我们就会建议他自然生产。所以原则上是这样子。孕妇在怀孕的到第3期的时候，32周以后，大概我们就会建议他体重的控制。这样你体重控制以后，你吃的东西会影响到小 baby 的大小。尤其最难控制的就是功能性的糖尿病，因为它血糖比较高，所以小孩子通常都会很大。那很大真的是就很不好生，所以很多会艰难产生不出来都是糖尿病的，因为会比较高，就是这样子。那我们会控制在能够，我们一般都是原则上能够在第一胎是3000左右是最好生了，伤害是最少了。所以你只要小孩子你预测上比较大一点，我们就跟他饮食控制，淀粉类的少吃，或者饮食控制一下。那只要太小的话，当然我们就要吃啦。对不对？对，太小要多补一点。对，让小孩长大。太小的时候，我们就建议吃甘蔗汁跟榴莲。榴莲。对，它效果很好。它效果很好假如大的话就不能吃所以是相对你就是跟他饮食控制，小孩子能够控制在3000左右，那是最好的。真的都还是要评估自己的状况，和医生进行一个讨论，找到最适合你们的方法。别只是一昧的听我隔壁家的小黄剖腹产最好了，剖腹产没 OK 就去剖腹产这是不对的。不过除了自然生产跟剖腹产以外，就是我还有听说一个叫无痛生产那个自然生产跟剖腹产都可以做。那自然生产的话，就是说我们在腰椎在硬膜外打一个局部麻醉，就是麻醉药。那这个麻醉药它局部麻醉，它会把感觉神经把它阻断掉，但是运动神经它不会阻断，所以它会收缩，但是不会感觉痛。那剖腹产也是，你在快醒的时候，你也可以做这个步骤。那产后你也不会痛因为它伤口就不痛了，就是无痛分娩，也叫术后止痛，就是2个是一样的意思。但是为什么有时候会看一些电视剧，或者是有些妈妈在生产过程还是叫得很大声？你没有做原来提醒大家，如果怕痛的女生一定要记得做无痛分娩。没错，但很痛这个是在阵痛里面，在痛的等级里面是数1数2的。我曾经有去现在有一个机器是可以让那个男生试验分娩的那个过程我那时候大概到第3、第4集，我整个就受不了了。妈妈们真的太辛苦了。对，因为这10个月以来，真的妈妈很辛苦，所以呢，也希望新手妈妈可以保持轻松的状态去生产。然后，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询问医师。那记得妈妈们该做的运动还是要做才能让自己在生产过程中比较顺利。谢谢今天吕医师接受我们大车照的采访。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在这里结束啦！喜欢这次影片，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也别忘了帮我开启小铃铛。我们下集再见喽，拜拜。